此刻，这只狗像是疯了一样冲向训犬师，它如同一只饿狼，不断向眼前男人咆哮。但训犬师却没有半分愤怒，反而温柔地望着他，因为他知道这只忠犬到底为主人付出了多少。原来男主人在几年前就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病，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天都塌了，只能与病床为伍，剥夺了他世界里的光，终日佩戴呼吸机成为了他不得不面对的宿命。然而莫伊却对主人没有丝毫的嫌弃，他总是不吵不闹，静静地望着主人，他就像一个守护国王的骑士般对他不离不弃。4年前，为了安慰生病的儿子，母亲把莫伊领养了回来。在与世界脱轨后，狗狗就成为了他唯一的朋友。病魔夺走了他生命里的色彩，莫伊却用自己让他再次感受到了温暖。但在这份极致的守护下，狗狗也变得十分敏感，如果有外人进屋，它就会疯狂地向对方咆哮。他小小的身体却把屋内的警戒值拉到了满级。此时母亲唯有把他装进航空箱带走，才能让护理师顺利给儿子进行检查。随着时间的推移，儿子的病情逐渐恶化，护理师登门的次数开始愈发的频繁。莫伊的那份敌意就成为了家里唯一的阻拦，他不想让任何人碰触自己心爱的主人，哪怕对方带着善意，他也绝不退让。但这无疑给护理增加了许多难度。一家人知道莫伊是在保护儿子，所以没法开口斥责，而主人的病情越重，他在身边的时间也就越多，似乎唯有这样，他才能保证主人不被死神带走。他漆黑的眸子里，你总能看见他深藏的担心。主人说，每次他趴在身边时，眼睛都会望向门口。莫伊的神经时刻紧绷，生怕有人打扰现在的安宁。其实看见狗子变成这样，监护人心里也十分愧疚，因为这一切的根源其实都在于他自己。这一份愧疚之情也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因为莫伊很喜欢在轮椅下面钻来钻去，所以每次男主人出门透气，他就只能被留在屋里看家。看着其他狗子尽情的玩闹，男主人心中也有着无尽的歉意。他总幻想着，如果有一天能和莫伊并肩散步该多好啊！其实长年累月的照顾一个病人并不轻松，但莫伊却成为了一家人唯一的慰藉。他们希望将训犬师能帮助化解莫伊的攻击性，让护理人员不会再因为他而寸步难行。当将训登门的时候，莫伊并没有给他任何优待，他20厘米的身高爆发出来了2米的气势，只为把这个男人赶出家门守护主人。老两口也坦言，他们很感谢莫伊的出现，因为他给了自己儿子许多精神上的慰藉。在这病魔肆虐的艰难日子里，他像神明照射出的一道光，给予了他光明，而能遇到这样的神仙小狗，简直是三生有幸。不过令他们苦恼的是，莫伊实在太在意男主人了，一旦外人靠近他，就会誓死护主。虽然他这份忠心让一家人很开心，但却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不便。江训看着他一路用吼叫给客人送行，他说其实莫伊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他的内心很紧张害怕，就像一开始莫伊还只是小幅度的试探，但到门口后就变得剧烈起来了。而每次护理师来帮儿子做检查的时候，其实狗狗是不知道这是值得感谢的事的，因为每次检查结束，主人的状态都会很差，莫伊就误以为这是会让他很痛苦的事，所以才会有后续的一系列攻击护理师的行为。此时唯有主人拿出零食才能让他安静下来，但江训却说这种行为相当于给他奖励，这样只会让他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糟，可以说监护人也变成了他的怂恿者。至于狗子不愿吃狗粮的问题，江训说因为平时他们给的零食太多了，他建议以后每晚8、9点只给他放一次饭，如果莫伊不吃的话，就10分钟后收走。因为马尔济斯是很会撒娇卖萌的狗，他甚至会为了得到想要的向主人挤眼泪。每次儿子吃饭时，他都会想分一杯羹，他们就顺手会给他吃一点食物。他的武士动作以及吠叫表明他还想要更多，这种耍赖都快变成了他的本能，所以他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圆滚滚。母亲说看见莫伊眼巴巴的样子，觉得太可怜了，所以每次他都忍不住给他点吃的尝尝。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变得铁石心肠一些，如果一家人实在做不到，就要减少喂零食的量。因为莫伊4岁的年纪还很健康，但如果再让他胡吃乱造的话，那未来的寿命也会有影响的。不过当父亲带他出门散步的时候，依旧攻击性十足，哪怕遇到同类，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向前进击，仿佛在他的字典里就没有退缩2字一样。儿子认为莫伊吠叫其实在刷存在感，而母亲也觉得在这个沉闷的家庭里，他的叫声反倒是增加不少鲜亮的色彩。但江训却说，莫伊生而为狗，就应该学会狗狗的语言。平时他能感受到家里的悲欢离合，偶尔出去跟他的小伙伴吐吐槽聊聊天，这样释放压力才能让他活得更健康。母亲说每天早上狗狗都会到他那去视察一番，甚至会用爪子去轻轻挠挠他的头发。江训说这其实是他担心主人安危的表现，因为他害怕一家人躺下就起不来了。狗狗的爱是纯粹不虚伪的，因为他深知男主人的身体不健康，所以他才会化身守护骑士，默默地陪在身边。狗狗不知道自己的舔舐是否有用，他只知道这是他仅有的帮忙方式。其实在江训看来，莫伊是很伟大的，面对常年卧床的主人，他失去了陪玩时间，但他依旧义无反顾地爱着他。狗子不断告诉自己要承担起保护主人的责任，
这份异于别狗的懂事也让人十分心疼。接着江迅让母亲推着儿子在客厅里移动，如果莫伊想靠近就马上把他推走。没想到这一举措直接把他推到了狗粮面前，他好像饿了一周般狼吞虎咽的在吃着。江迅说有可能因为他很尴尬所以才会假吃，有些狗就会在极度兴奋时产生食欲的。母亲继续推着儿子在房间里走动，如果莫伊还想靠近就站在二者中间，那他慢慢就知道照顾男主人是母亲的事，自己不用再越俎代庖的承担责任了。不过紧接着莫伊就开始不断嗅闻味道，就在刚刚他因为母亲而失业了，所以这一刻他瞬间感觉到无比轻松。江迅让一家人准备了一些零食来辅助训练，他手拿零食不断调教着莫伊，如果他能主动自己坐下就会得到奖励，慢慢他就会知道原来安静的待在主人身边就能得到零食。几次训练下来，他很快就理解了主人的意图。同时如果在母亲和江迅打招呼时他能不受到影响也可以得到零食奖励，特别是护理师来的时候他能如此训练，那他的攻击性就会减轻许多。接着江迅走出门外，假装要登门的客人，母亲不断和江迅在玄关处寒暄，这样可以有效地安抚狗狗的情绪。当江迅第二次敲门的时候，母亲并没有马上走动，而是先给了莫一些零食，然后再走到门口。没想到这样做后，狗狗果然很安静，没有吠叫。最后江迅又模拟了一下护理师上门的情况，他假装用双手给男主人按摩，但这一次莫伊却完全没有想阻止的意思，他真的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吃小零食。江迅仅用2招就轻松改变了莫伊的情况，男主人在感激之余又觉得很神奇。最后他还拿出来了祖传的百宝毯给狗狗解压，在迷宫里找零食是他最好的娱乐放松方式。几天后节目组又回访了这家人，虽然莫伊见到陌生人依旧很激动，但母亲却成功用零食让他冷静了下来。在百宝毯的加持下，即便有人靠近男主人，他也不会再过分执着于守护职能了。此刻莫伊已经完全成为了一只优秀的伴侣犬。在被病魔折磨的日子里，男主人的心乌云密布，但莫伊却恰如一道光芒般破除了黑暗。你若不离不弃，我便生死相依。希望一家人能够幸福地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好了，我们下期节目见。